乌精准打击巴赫穆特俄军指挥部，多套防空系统被摧毁。北线连环重击，乌精准摧毁俄军医院，无人机火海斩断冰雹火箭炮。俄军攻核心重地连环爆炸，军工厂突发大火。俄军核基地机密大泄露，200万份文件曝光战略弱点。大手笔援50亿欧，德国与欧洲盟友共筑防线。严重警报，俄罗斯计划将扎波罗热核电站并入本国电网。先来关注下战场方面的动态。在俄乌战争持续升级之际，乌克兰军队对巴赫穆特地区的俄军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空袭，取得显著战果。据报道，乌克兰空军出动战机，向巴赫穆特地区的俄军指挥部投掷制导炸弹，造成大范围爆炸。现场画面显示，俄军指挥部建筑起火，浓烟滚滚，建筑群在空袭中被毁，现场仅剩残骸。目前俄方尚未对此次袭击作出回应，具体损失情况有待进一步确认。与此同时，乌克兰使用海马斯火箭系统，在前线成功摧毁了3套俄军防空系统，包括2套巴克山毛榉系统和1套托尔道尔系统。乌军航拍镜头显示，俄军阵地上空冒出白烟，并伴有爆炸声。此外，乌克兰无人机部队也发起反击，利用 OFPV 制导无人机摧毁了一个俄军仓库。顿涅茨克方向第33旅在巴加特尔区域与俄军交火，瓦解俄方所谓占领的说法。乌军还成功清剿一处俄军控制村庄，取得压倒性胜利，战损比达30-0。还有视频显示，乌克兰部署光纤控制的第一人称视角无人机，对托列茨克方向的俄军机库实施精确打击，成功摧毁隐藏的军事装备和弹药。这种光纤无人机通过光缆进行控制，能够在强烈的电子干扰环境中保持稳定通信，提升了打击的精度和隐蔽性。此外，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8独立旅近期在前线也取得显著战果，成功摧毁一辆俄军 2IC 格沃兹季卡122毫米自行榴弹炮。在红军村战线，乌军第425突击团成功伏击俄军，遏制其持续1年多的攻势，战线依旧牢固。另外，乌军在霍里霍维和特罗伊茨克一线展开强力反攻，以完全收复霍里霍维，并向特罗伊茨克东部持续推进。科斯蒂扬季夫卡方向，俄军试图从米罗留比夫卡一带推进，战况陷入胶着，暂无明显进展。在托列茨克至米尔诺霍尔德之间，俄军尝试推进未果，反遭重大损失。恰西夫亚尔方向，乌军实施空袭，精准摧毁俄军指挥所与步兵阵地，进一步削弱敌军组织与调度能力。据悉，扎波罗热、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与莱曼等多地持续激战，俄军伤亡不断上升。前线传回的视频显示，凤凰部队的作战人员在哈尔科夫地区成功发现并摧毁了一套俄军的2330超电子战系统，重创其电子干扰能力。另外，乌克兰里德第413营在近日一次电子战任务中展现了惊人的侦察与打击能力。该营部队在前线侦察作业中发现了俄军的重要电子战系统 2B301B 鲍里索格列布斯克2，并在约70公里外发动远程精确打击，成功摧毁这一关键设施，极大削弱了俄军在该区域的电子干扰能力。鲍里索格列布斯克2是俄罗斯军方部署的一款先进电子战系统，主要用于干扰敌方通讯、压制雷达信号、干扰无人机导航与制导系统，其战略价值极高，常常部署于关键节点，以实施区域性电子压制。里德第413营利用多元情报和无人机侦察技术，在广泛搜索区域中精准锁定了该电子战系统的位置，其藏匿地点隐蔽，处于俄军防御较为严密的纵深区域，距离乌军作战前沿约70公里，但依旧未能逃过乌军侦察系统的火眼金睛。北线战况方面，乌军在库尔斯克方向继续扩大战果，在泰特基诺取得局部进展，并稳固控制库尔斯克外围数十公里区域。同时，乌军正向维斯利北部发起新一轮攻击。在库尔斯克州的科列涅沃地区，乌克兰使用美国提供的 HIMARS 多管火箭炮对一座被俄罗斯军队占用的医院实施了精确打击。据报道，这家医院此前被俄军用作军事设施。
参与了对乌克兰苏梅地区的袭击。另外，一场惊心动魄的打击行动也引发广泛关注。乌克兰匈牙利鸟无人机成功锁定并摧毁了一辆俄军满载弹药的冰雹多管火箭炮系统，展示了其精准打击和战场感知的卓越能力。这辆冰雹系统原本正准备发射新一轮打击，车体内部装载了大量火箭弹。然而，匈牙利鸟操作员在密切侦查后，果断发起攻击。一枚携带高爆弹头的无人机直冲目标，精准命中车辆，引发了剧烈的连锁爆炸，瞬间将整辆火箭炮系统炸成火海。现场腾起数十米高的浓烟与火球，爆炸声远在数公里外都清晰可闻。乌克兰著名的弩炮特种部队次组再度展开一次高效精准的突袭行动，对俄军车队造成严重打击。这支行动小组以快速机动与精准火力著称，此次在敌后区域成功摧毁多辆装备与车辆，进一步削弱了俄军的机动作战能力。据前线通报，次组在一次精心策划的突袭中，锁定了一支正在集结的俄军小型车队。他们利用地形掩护与热成像侦察，悄无声息地接近目标区域，在确认坐标后，果断发动打击，击毁4辆军用汽车，其中部分车辆用于兵员运输，部分装载弹药与补给物资，击中3辆布汉卡装甲运兵车，干掉了3辆全地形车。这些车辆通常用于在复杂地形中快速机动作战和侦察，具备一定的高机动性和战术价值。整个行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打击点精确，几乎在敌人来得及组织防御前即完成撤离。与此同时，俄军在苏梅方向集结约5万兵力，企图建立10公里宽的缓冲区，乌军正进行激烈抗战线僵持不下。据乌克兰总参谋部通报，过去24小时前线共发生205次战斗，俄军新增伤亡1050人。即使俄罗斯在部分战线尝试推进，但整体战略形势持续承压。值得关注的是，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近日传出消息，俄军高级中尉维克托·萨莫伊洛夫在战斗中阵亡。据悉，萨莫伊洛夫生前担任火箭炮兵连连长，并曾在克里米亚塞瓦斯托波尔市纳西莫夫斯基区担任地方官员职务，具有军事与行政双重背景。在防空领域，乌克兰研发出名为 Sky Sentinel 的新型防空系统，用于对抗俄军的 Shade 无人机。该系统配备人工智能控制的自主炮塔和勃朗宁 M2 重机枪，在实测中已成功连续击落4架 Shade 无人机。目前，基辅方面正加紧量产，计划每月生产数十套。尽管俄军对 Shade 无人机进行了升级，增强了抗电子战干扰能力，乌克兰仍在不断改进其无人机技术，以应对新的挑战。在俄乌战争进入第3年之际，乌克兰对俄罗斯境内的远程打击行动愈发猛烈，目标直指俄军攻核心设施。近日，乌军无人机连续袭击了俄罗斯多家关键军工厂和弹药库，造成严重破坏，其中115架成功命中目标，标志着乌克兰在深度打击能力上的显著提升。据 RBK 乌克兰援引消息人士报道，5月28日，乌克兰安全局袭击了位于莫斯科以北约130公里杜布纳市的彩虹工厂，该厂以著名工程师别列兹尼亚克命名，是俄罗斯军工系统中关键的导弹制造基地之一。报道称，无人机成功穿越莫斯科地区严密的防空网络，命中工厂的总装车间和导弹装配车间，导致多处设施起火燃烧，现场目前仍处于应急状态。该厂生产的导弹型号包括库负101、库55、克69和库19 MK， 这些均是俄军近年来频繁用于对乌克兰发动空袭的主要远程武器。据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证实，此次袭击由乌军发动，共有8架无人机精准抵达目标区域。从卫星图像来看，袭击具备高度对称性，显示出柳特型无人机极高的精确打击能力。乌军还对莫斯科州泽列诺格勒的 Mikron JSC 芯片制造厂以及安格斯特伦微电子公司等多家军工企业实施打击，严重扰乱了俄军的武器生产链。另外，莫斯科地区再次遭到空袭，导致弗努科沃国际机场暂时关闭，62个航班被取消，上千名乘客滞留。此外，莫斯科附近的 Solneknogorsk 地区一个建筑市场也发生大火，过火面积超过2100平方米。
第二天，5月29日夜间，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先锋军工厂发生大火，现场浓烟滚滚，火势蔓延迅速。据报道，起火前曾听到数起爆炸声，起火原因尚未确定。先锋工厂是俄罗斯历史悠久的军工企业，主要生产无线电、电子配件等精密产品。此次火灾可能对俄军的高科技装备供应造成影响。近期，俄罗斯多地发生多起火灾和爆炸事件，包括军工厂、能源设施等重要目标，显示出俄罗斯本土安全形势日益严峻。据悉，乌克兰的打击范围已扩展至俄罗斯远东地区。据美国之音报道，乌军无人机对特维尔地区的一个主要军火库发动袭击，导致地震般的爆炸。NNSA 卫星监测到强烈热源，地震监测站也捕捉到低度地震。此外，阿穆尔州的第304弹药库也发生爆炸，表明乌克兰特工已渗透至俄罗斯腹地，有能力对重要目标发起袭击。另外，德国国防部近日宣布，由德国政府出资，乌克兰制造的首批远程武器将在几周内投入使用。这些武器系统已被纳入乌克兰武装部队装备序列，无需对士兵进行额外培训。虽然德国方面未透露具体型号，但分析人士推测，这些远程武器可能包括自杀式无人机、巡航导弹或导弹无人机，将进一步增强乌克兰对俄境内目标的打击能力。近日，俄罗斯爆发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机密泄露事件，超过200万份涉及核武器基础设施的敏感文件被曝光。这些文件由丹麦媒体当 Watch 和德国明镜周刊获取，详尽揭示了俄军战略导弹部队的核心基地布局、现代化改造计划以及防御系统细节。泄露的文件重点涉及乌拉尔山脉亚斯尼市附近的2个战略导弹基地，第621和第368团。这些基地部署了俄罗斯最先进的先锋高超音速导弹，具备在10分钟内打击欧洲目标的能力。文件中包括基地的地下隧道网络、自动化防御系统、指挥中心布局，甚至连厕所的位置都被详细标注。此外，文件还显示，过去15年间，俄方对这些核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现代化升级。此次泄密事件的严重性在于，它不仅揭示了俄罗斯核武器部署的具体细节，还暴露了其核战略的潜在弱点。专家指出，这些信息的公开可能迫使克里姆林宫投入巨资重建相关设施，以防止被敌对势力利用。更令人担忧的是，泄露的文件还显示，俄罗斯正在大规模扩充核水雷，引发周边海域国家的高度关注。在此背景下，北约国家对俄罗斯的核战略表示高度警惕。据报道，北约将要求德国为其防御体系再提供7个旅，约4万名士兵，以应对可能的安全威胁。此外，欧盟也公布了一项耗资750亿欧元的黑海战略，旨在加强该地区的军事部署和预警系统。目前，克里姆林宫尚未就此次泄密事件发表正式声明。值得注意的是，泄密事件还揭示了俄罗斯核武器使用的门槛可能比外界预期的更低。根据泄露的军事文件，俄罗斯在面对重大军事损失时，可能会考虑使用战术核武器。5月28日，德国与乌克兰领导人在柏林举行会晤后，德国国防部公布了一项对乌军援新计划，总金额达50亿欧元。这一轮援助除了包括额外的防空系统、装甲车和榴弹炮之外，更关键的突破在于，德国将支持乌克兰在本土设立远程武器系统生产线，并共同建立武器维修、卫星通信及医疗援助等配套设施。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德国将协助乌克兰境内生产射程不受限制的远程导弹系统。这一政策转变的背后，反映出德国对战局和国际态势的重新评估。此前，德国总理候选人默茨曾承诺向乌克兰提供金牛座导弹。虽然德国政府并未直接交付这种射程达500公里、可深度穿透防御目标的高精度战略导弹，但这次的军援计划可能代表另一种形式的兑现。德国转让相关技术，由乌克兰本土完成导弹生产与部署。德国政府显然在寻求一种既能支援乌克兰，又不被视为直接介入攻击俄本土的折中方案。按照德方逻辑，这样生产出的武器已属乌克兰制造。柏林可以在道义与战略压力之间寻求平衡。
外界认为，德国之所以采取这种谨慎做法，原因有二：一是历史因素，德国对主动进攻俄本土始终有较强心理顾虑，不同于美英法那般毫无包袱；二是现实问题，德国自冷战后长期削减军备，金牛座导弹的现役数量本就有限，即便想援助，也需要考虑其自身战略威慑力的保留。相比之下，乌克兰军工系统目前正高速运转，具备快速投产能力，若能本土化生产金牛座，不仅成本和效率更具优势，其打击能力也远胜现有的海王星导弹。金牛座可深入分析目标结构，在最关键位置实施爆炸，具备斩首式打击潜力，这是风暴阴影或 TACMS 等系统所不具备的能力。这项合作引发了俄罗斯的强烈反应。今日俄罗斯主编西蒙扬发文威胁称，如果德国武器袭击莫斯科，我们将不得不打击柏林。他的言论实际上照搬了德国前总理舒尔茨早前所提的必须由德国军人操作的借口，用以暗示德国的直接责任。不过，西蒙扬和梅德韦杰夫等喉舌型人物的这种言论，更多是用于国内宣传和恐吓西方公众。事实上，类似威胁非但没有阻止西方国家援乌，反而不断刺激其对乌支持升级。某种意义上说，乌克兰甚至该为这些俄罗斯宣传员的助攻颁发勋章。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德国的政策转向可能并非单方面决定，考虑到欧洲安全高度依赖美国，而当前共和党领跑者川普虽主张减少对外干预，却并未放弃对俄施压的战略底线。德国此举很可能是与美方，尤其是川普阵营进行过协调的结果。这种在乌克兰制造德国导弹的模式，既提升了乌克兰的自主军力，又不使德国直接陷入与俄罗斯的正面对抗，符合川普现阶段不彻底撕破脸，但让俄罗斯更难受的策略需求。此外，德国与乌克兰签署了一项价值22亿欧元的合同，向乌克兰提供 RST 防空系统和导弹。这些系统已在乌克兰战场上证明其有效性，尽管交付周期将长达5年。另外，随着战争持续，欧洲国家逐渐意识到直接军援的局限性，转而投资乌克兰本土军工产业。乌克兰已与德国、立陶宛等国的武器制造商成立5家合资企业，并计划再设立3家，以增强其武器生产能力。法国的泰雷兹公司也与乌克兰签署协议，计划在电子战、战术通信、防空系统和无人机等领域建立合资企业。欧盟提出重新武装欧洲计划，计划筹集8000亿欧元用于加强欧洲防务，并向乌克兰提供紧急军事援助。与此同时，G7领导人已同意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的收益为乌克兰提供贷款支持，这笔资金将用于乌克兰的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需求以及重建工作。根据最新调查，59%的欧盟公民支持向乌克兰购买和交付军事装备。俄罗斯的入侵仍然是欧盟最关心的问题，其次是国际形势和安全防御。77%的人认为入侵对欧盟安全构成威胁。外媒援引绿色和平组织的最新报告，俄罗斯正在乌克兰被占领地区加紧建设输电基础设施，目标是将扎波罗热核电站接入俄罗斯本土电网。卫星图像显示，从今年2月起，俄方沿亚速海沿岸，在占领的马里乌波尔与别尔江斯克之间修建了超过80公里的输电线路和电塔。5月中旬的最新图像显示，这些线路正持续向东推进。绿色和平组织指出，这一工程意在将新建线路与马里乌波尔附近的一座大型变电站连接，而该变电站可与位于225公里外的扎波罗热核电站形成闭环。绿色和平乌克兰核能专家肖恩·乌伯尼分析称，俄罗斯可能试图将扎波罗热核电站接入罗斯托夫州电网，这一举动若成功，将成为历史上首次有国家在战争中强行并网敌国和设施，用于自身能源系统。乌克兰核能专家奥尔哈尔科沙尔纳表示，扎波罗热核电站原本通过4条750千伏高压线路连接乌克兰电网，如今其中2条仍穿越乌军控制区，已遭严重破坏，另2条位于备战区，几乎难以恢复。目前仅剩1条线路具备一定修复可能。专家一致警告，重新启动扎波罗热核电站将面临极高风险。乌克兰能源部长赫尔曼·哈鲁先科公开警告称，俄方若在当前条件下试图重启核反应堆，
可能引发无法预测的后果。自2022年3月俄军控制该核电站以来，局势始终紧张。尽管国际原子能机构自同年9月起派驻代表团现场监督，但乌方多次要求俄军撤离核电站未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强调，只要俄军仍控制该设施，全球就始终处于潜在核灾难的威胁之下。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